时间拨回到7月19日，如果你那天刚好在珠海，或者刚好刷过朋友圈和微博，估计很难不被一场关于热爱与奔赴的活动刷屏。说实话，提到珠海，大家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情侣路的晚风、长龙的欢乐，或者是那种南方海滨城市特有的湿润和慵懒。但在这个7月的盛夏，珠海的空气里却多了一种引擎轰鸣的躁动，还有一种属于摩托姐姐们滚烫的热情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份关于王一博专属大巴车应援的公告？我第一遍看的时候，其实并没有觉得它有多么惊天动地，但细细品下来，心里却有一种挺柔软的触动。咱们平时看惯了各种大手笔、大场面的应援，但真正能打动人的，往往不是砸了多少钱，而是那些藏在细节里，生怕你受一点委屈的用心。你看啊，7月的珠海，那天气是真的热。不是那种干热，是那种阳光明晃晃的刺眼，空气里闷着一层散不开的水汽，稍微动一动就一身汗的天气。在这样的大热天里，要把成百上千的粉丝安全有序地送到赛场，还要保证大家的情绪和体验，这绝对不是什么轻松活儿。但那份公告里，发车的时间、集合的地点、路线的规划，甚至是一些隐形的安全提示，都安排得明明白白、妥妥帖帖，这其实挺让人感慨的。它说明现在的粉丝群体早就不是大家刻板印象里那种只会盲目尖叫、毫无纪律的模样了。他们，或者说他们，咱们这里统称摩托姐姐吧，在组织这场应援的时候，展现出了极高的成熟度和专业度。主办方和粉丝后援会在这件事上，显然是在心里反复盘算过的。大家从四面八方赶来，怎么坐车最方便？天气这么热，怎么避免大家在中途中暑或者焦躁？怎么让每一辆大巴车都成为一个移动的快乐大本营？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安排，背后其实是无数个熬夜对流程、抠细节的夜晚。这种把粉丝体验放在第一位的管理水平，真的值得点个赞。咱们把视角切到那些坐在大巴车上的摩托姐姐们，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，车窗外是珠海盛夏的烈日，车厢里却是另一番热闹又温馨的景象。大家可能来自天南海北，平时在各自的生活里扮演着不同的角色，是学生，是职场人，是妈妈，但在这辆开往赛场的大巴车上，大家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，王一博的粉丝。他们手里可能紧紧攥着提前准备好的应援手幅，包里塞满了防暑降温的小物件，嘴里还在和旁边刚认识的姐妹兴奋地聊着王一博最近的状态，聊着对今天比赛的期待。这种因为同一个人、同一份热爱而聚集在一起的凝聚力，其实是非常奇妙的。它不需要什么刻意的煽情，就是那种我知道你懂我，我也懂你的默契。这种满满的热情，还没到赛场呢，就已经把气氛烘托得火热了。等到了现场，那更是另一番让人动容的场景。虽然我没有拿到具体的签到人数或者什么热度调查的数据，但只要你去过现场，或者看过现场传回来的视频，你就能真切地感受到那种人从众的震撼和扑面而来的生命力。天气那么热，防晒霜涂了又涂，汗水还是止不住的往下流，睫毛膏可能都快晕开了，但没几个人退缩。大家就那样站在看台上，或者守在赛道边，手里挥舞着应援道具，扯着嗓子呐喊。你说他们图什么呢？其实很多时候，追星追到深处，图的早就不是偶像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回报，而是一种纯粹的情感投射。王一博在赛道上那种专注，那种不怕摔，敢于拼搏的劲头，就是他们心里的一束光。为了靠近这束光，哪怕晒黑了，哪怕累瘫了，心里也是甜的。这种热情，绝对是比赛现场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你想想，赛车是一项速度极快、充满激情的运动，如果看台上冷冷清清，那引擎的轰鸣声听起来也会显得孤单。但有了这群摩托姐姐，现场的气场完全不一样了。那一声声整齐的呐喊，那一片片耀眼的应援色，就像是给整个赛场注入了灵魂。粉丝们的热情成了比赛的一大动力，也让这项原本可能只属于专业圈子的运动，多了一份浓浓的人情味和娱乐性。当然，一场活动能让人带得舒服，光有热情还不够，还得有实打实的配套服务。这次珠海现场的各种细节安排，真的能看出主办方和粉丝组织的用心。大热天的，最怕的就是大家口渴了没水喝，或者累了没地方歇。现场早早的就准备好了水站，设立了专门的休息区，甚至还贴心的发放了一些应援的小道具。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，其实极大的提升了粉丝的安全感和舒适度。当你满头大汗的走到水站，接过一瓶冰水的时候，当你走累了，在休息区和同好们坐在一起吹吹风扇、聊聊天的时候，那种归属感是油然而生的。现场还安排了一些互动环节，大家积极参与，
笑声、欢呼声此起彼伏。这种良好的互动，不仅让粉丝们觉得我来这一趟真值，也让整个比赛的氛围变得更加轻松、愉悦。大家不再是冷冰冰的观众，而是这场赛事狂欢的参与者。说到这儿，咱们不得不聊聊王一博本人在比赛里的表现。虽然这篇内容不想去干巴巴的复盘他的卷速或者具体名次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粉丝的这种支持绝对是一种巨大的精神激励。赛车说到底是一项有些孤独的运动。车手坐在狭窄的座舱里，戴着头盔，听着引擎的咆哮，感受着智力的撕扯，那一刻他只能靠自己。但是当他驶过看台，哪怕隔着厚厚的头盔，哪怕引擎声震耳欲聋，他也能隐约感觉到外面那片为他而来的色彩，能感受到那种排山倒海般的呐喊气场。如果王一博那天状态不错，这些应援声就是他的精神弹泵，能让他在每一个弯道都更加果断，在每一次加速都更加自信。反过来，如果比赛遇到了一些小波折，或者他感觉到了一丝紧张和压力，看台上那些不离不弃的加油声也会化作一种温柔的底气，告诉他没关系，按自己的节奏来，我们在呢。总体来说，粉丝的支持就是一种最纯粹的正能量，它不施加压力，只给予力量，而且粉丝的集体行动其实也会对比赛的节奏产生一些微妙的影响。现场那种热烈沸腾的气氛是能激发运动员斗志的。在关键时刻，在体能或者精神达到极限的时候，听到外面那种毫无保留的加油声，车手往往会咬紧牙关，再拼一把。如果车队或者车手能够巧妙地吸收这种现场的氛围，把粉丝的正能量转化为比赛中的专注力，那往往能创造出意想不到的好成绩。可以说，比赛的策略里其实也隐隐包含了如何与现场气氛共舞的智慧。回过头来看，这次珠海的比赛和应援活动能办得这么成功，这么让人津津乐道，除了赛事本身足够精彩，王一博的表现足够吸睛之外，更核心的原因是粉丝的全力支持和周边服务的完美到位。这两者就像齿轮一样，紧紧咬合，互相带动。这也给未来的赛事组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。以后要是再办类似的活动，主办方完全可以顺着这个方向继续去打磨应援体验。比如，怎么让组织效率再高一点，怎么让粉丝的动线更合理一点。同时，也要继续鼓励和引导大家理性应援，保持良好的现场秩序。因为只有秩序良好了，粉丝的凝聚力才能真正转化为正向的影响力，赛事的文化也才会变得更加丰富、多元、有底蕴。其实吧，这类应援活动，往小了说，是让粉丝们觉得彼此更亲近了，大家一起为了一个目标努力，那种感觉特别好。往大了说，它也在无形中提升了赛事的品牌影响力。一个有温度、有粉丝基础、有良好口碑的比赛，它的生命力绝对是长久的。再聊聊珠海这个地方。作为咱们国内非常重要的一个比赛场地，珠海国际赛车场承载了太多车迷的记忆。未来，如果珠海能继续加强赛场的基础设施建设，把应援系统做得更完善，把服务水准再往上提一提，那绝对是一件大好事。当然，在提升体验的同时，合理引导粉丝表达，注意安全和秩序，依然是重中之重。只有让比赛在安全、有序的前提下顺利进行，这项运动才能长久的发展下去。而比赛团队呢，也需要结合现场的真实反馈和数据分析，不断去调整自己的策略。既要保证运动员能心无旁骛地发挥最佳水平，又要让粉丝的互动环节更有趣、更有参与感，从而形成一个真正的良性循环。说到底，赛事和粉丝之间的关系就应该像是一场美好的双向奔赴。赛事为粉丝提供视觉的盛宴和情感的寄托，粉丝为赛事注入灵魂的活力和长情的陪伴。当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融洽、越来越默契的时候，比赛的影响力自然就会越来越大，辐射到的人群也会越来越广。7月19日的珠海，因为一场赛车，因为一群摩托姐姐，因为一个在赛道上飞驰的身影，变得格外生动和闪耀。那些流淌的汗水，那些嘶哑的嗓音，那些大巴车上的欢声笑语，最终都会变成记忆里闪闪发光的碎片。热爱这东西真的很神奇，它能让陌生的人变得熟悉，能让炎热的夏天变得清凉，能让平凡的日子变得滚烫。希望未来的日子里，珠海的赛道上能继续响起引擎的轰鸣，看台上能继续飘扬那些熟悉的应援色。也希望每一位因为热爱而奔赴的人，都能在每一次相聚中收获快乐，在每一次分别时带着满足。咱们就期待着下一场比赛，下一个夏天，大家还能像现在这样开开心心的聚在一起，大声喊出那句王一博加油。毕竟热爱可抵岁月漫长，
而你们就是彼此岁月里最美的风景。